时间来到2025年5月，总统府前的阳光洒在庄严的建筑上，台湾总统赖清德正站在讲台上发表他就任1周年的纪念演说。台下不仅有政界人士和媒体记者，更有不少普通民众围在大屏幕前，想听听总统这1年后的感言。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这场讲话里赖清德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两岸、中国这些敏感词汇。他谈论了环境、医疗、经济贸易，甚至国内最近的政治变动，但唯独对两岸关系只字未提。要知道，就在1年多前，这位总统的言辞可是以强硬著称。观众席中不少人面面相觑，赖清德变得低调了吗？他的语调真的在软化吗？这一幕充满悬念，引人深思。为什么一位曾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政治人物，如今在谈话中对两岸议题变得如此谨慎？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为了找出答案，我们还得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回到风云变幻的2024年。故事要从赖清德当选总统开始说起。2024年年初，台湾举行了重要的总统大选，赖清德时任副总统，代表执政的民进党参选。他曾在2017年担任行政院长时，公开宣称自己是主张台湾独立的务实工作者。这番话让他在岛内被视为立场鲜明的台独派，也令北京当局对他格外警惕。选举期间，对手阵营不断渲染，称赖清德上台可能会激怒中国大陆，带来危险。然而，选民最终选择了他。经过激烈的角逐，赖清德赢得了选举，准备接任台湾总统。2024年5月20日，就职典礼这天，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人山人海，支持者挥舞着旗帜，既兴奋又紧张地等待新总统的演说。在国际上，各方也密切关注这位被北京称作台独顽固分子的新领导人会在两岸关系上说些什么。上午典礼开始，赖清德走上讲台，他神情坚定，发表了题为打造民主和平繁荣的新台湾的就职演说。演说中，赖清德开门见山地重申了台湾主权的立场。他说出了一句重量级的话：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简简单单几个字，等于再次强调台湾和中国大陆是两个互不隶属的政治实体。这话一出，现场响起一片掌声，许多支持者为他大胆表达主权而感到振奋。但与此同时，许多人也屏住了呼吸，因为他们知道北京方面最忌讳的就是这种两国论调性的说法。赖清德的措辞相当直接，他在演讲中全程直接称对岸为中国，而非过去一些领导人口中较为含蓄的对岸或大陆。这微妙的用词差异被解读为他不愿模糊台湾与中国之间的界限。当时有评论指出，早在8年前就任的前总统蔡英文在首次就职时，还曾经谨慎地引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法律用语来暗示维持现状。但赖清德则更进一步，直白地宣示台湾的主权独立地位。除了强调主权，赖清德也宣示了他政府的基本原则，称要秉持不卑不亢、维持现状的态度处理两岸关系。不卑不亢4个字表明，既不屈从也不挑衅，而维持现状则是向国内外保证，他不会轻易改变台海现状，不会贸然宣布独立或做出让北京更紧张的举动。这番话既向支持者保证了立场，也试图安抚国际社会对稳定的期待。演讲中还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赖清德说，承接民主化台湾的我们将是和平的舵手。他把自己形容为要掌舵台湾走向和平的人，这表明他希望塑造一个爱好和平、负责任领导人的形象。他还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吓，一起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致力于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这等于呼吁北京放下敌意，与台湾一道为世界和平努力。话语中充满了对和平的向往，但语气里也藏着几分坚定。毕竟说出文攻武吓，就是直接点名大陆对台施压的行为，希望对岸有所收敛。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内容丰富，既强调了民主台湾的价值，也提到了要打造繁荣的新台湾的愿景，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等方方面面。然而，两岸关系无疑是外界最关注的焦点。他在演讲里既没有承认北京所要求的一中原则，也没有引用过去国民党政府主张的九二共识这类用语，
要知道，这些正是北京方面希望台湾承认的政治基础。相反，他用自己的话语体系重申，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双方互不隶属，各自拥有主权。这实际上延续了蔡英文时期两个互不承认主权的调子，但说得更加露骨明白。新总统的讲话一出，立即在两岸和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对许多台湾支持者来说，赖清德敢于直言互不隶属令人振奋，觉得他很有骨气，延续了台湾民众希望主权不被矮化的声音。一些年轻人高呼这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然而另一边厢，北京当局的反应则非常强烈。当日稍晚，中国大陆的外交和涉台单位纷纷发声谴责赖清德的讲话。中共高层官员直接指责赖清德是搞台独分裂，称他的说辞是对台海现状最危险的改变。中国外交部长甚至警告说，台独分裂行径是对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也是对和平的破坏。短短几天内，北京用行动表达了愤怒。仅仅在赖清德就职后3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出动军机和军舰，在台海周边举行了一场大规模军演，还罕见地把演习范围覆盖到了金门、马祖等台湾离岛附近。这次环台军演搞得声势浩大，让台湾上空一度紧张，氛围骤浓。很多台湾民众透过新闻看到解放军演习的画面，内心难免担忧，这会不会是对新总统的下马威？两岸关系会不会从此急转直下？美国方面也高度关注赖清德的上任和他的讲话内容，华盛顿对此的表态相对谨慎而有分寸。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第一时间表示，欢迎台湾新总统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和现状的承诺。这句话听上去是善意的肯定。然而，对于赖清德提到的两国互不隶属等措辞，美方并没有公开表示支持，而是重申了美国的一贯政策，包括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等。这等于婉转地给台湾提了个醒。美国希望台海保持现状和平，但也不希望台湾采取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激进行动。简单说，美国会支持台湾自我防卫，但不希望看到台海局势因台方言行而突然升级失控。赖清德的强硬表态其实不仅让大陆提高了警戒，也让部分台湾内部人士和其他国家开始揣测他的路线是否会比前任更趋激烈。岛内在野的国民党政治人物立即批评他的演说太挑衅，认为他没提到一中各表或和平谈判，反而强调互不隶属，是在走李登辉当年两国论的老路，可能把台湾推向危险边缘。可以说，在他上任伊始，赖清德就以直白有力的语言确立了自己的立场，也同时引来了各方不同的解读与反应。就职典礼之后的最初几个月，台海局势并没有出现缓和的迹象，北京继续在外交上打压台湾。例如，在赖清德胜选不久，台湾太平洋友邦瑙鲁就在中国大陆的拉拢下与台湾断交，让赖清德一上任就减少了一位邦交国，这被视为北京对他的警告之一。而在军事上，解放军的战机也频频在台湾周边活动，几乎天天有扰台飞行。赖清德政府则在加紧军备，加强国防预算，以应对来自对岸的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下，赖清德本人依旧时不时发表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其中有几次言论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先是在2024年9月初，赖清德接受外媒专访时谈到两岸问题，他说了一段颇具讽刺意味的话：如果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声索是出于对领土完整的关切，那么他是不是也该考虑收回19世纪割让给俄罗斯的土地呢？这番话表面是在打比方，但实际上是相当大胆的拿清朝时期中国割地给沙俄的历史来挤兑北京。意思是，你北京如果这么在意领土完整，为何不把过去丢给俄国的那些地盘要回来，却盯着从未统治过的台湾？此言一出，立刻在两岸网络上掀起热议，有人拍手称快，觉得赖清德真敢说，但也有人担心，这样拿俄中敏感历史做文章，会不会刺激北京，甚至影响中俄关系，让局势更复杂？果然，大陆官方和媒体对这番俄占领土言论予以强烈抨击，称其荒谬，以历史谬论制造仇恨。还没等这股风波平息，10月上旬，另一场言辞风波又袭来。
那是双十国庆前夕的一场晚会，致辞上，赖清德再次语出惊人。他提到刚刚庆祝建政7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言以年龄来看，成立只有7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反过来倒是中华民国，有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老人的祖国。这段话可以说妙语双关，火药味十足。他的意思很直白，对于台湾人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我们的祖国，因为我们比它历史更久。相反，对于那些1949年以前出生的中国大陆老人来说，倒是中华民国才是他们出生时的祖国。这番比喻戳中了两岸历史的敏感点，让听的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总统居然当众把祖国这个词这样玩味颠倒。消息传开后，大陆网民一片哗然，社交媒体上关于祖国论的讨论短时间内沸沸扬扬。不过很快，这些讨论在中国的网络上被审查降温，可见当局对这话题有多紧张。台湾岛内也炸开了锅，前总统马英九对此极为不满，认定赖清德的说法是在宣扬一种新形式的两国论，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中关于国土的定义。马英九甚至以抗议姿态宣布不出席当年10月10日的国庆典礼，以示对赖清德祖国论的反对。马前总统严厉批评赖清德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连结，警告这样的言论会把台湾2300万人带向危险的境地。可以说，祖国论事件让赖清德在两岸论述上的强硬形象达到了高峰。他不但不认同北京所谓同属一个中国的说法，甚至巧妙地反过来强调台湾的正统性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像是祖国。这样的言辞让北京颜面无光，也让主张缓和的国内反对者大为紧张。然而，就在外界以为赖清德会一直以如此强硬甚至带点挑衅的语调继续下去时，剧情却在此后悄然出现了反转。经历了先前几次风波后，赖清德在正式场合的措辞开始出现微妙的调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24年10月10日当天的国庆演说。刚刚闹过祖国论，许多人屏息以待，赖清德会不会在国庆大典上再抛出什么刺激的言论？结果，他的国庆演讲调子比预期的温和许多。在这次演说中，赖清德再度强调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立场，重申台湾的主权绝不容侵犯，这依然是原则分明，没有退让。但同时，人们注意到他整篇讲话采用了大量的历史脉络铺陈，提及中华民国这个词多达10次之多，远超以往领导人的国庆讲话频率。赖清德花了相当篇幅阐述中华民国的历史，从早年建立到迁台后的民主化历程，他试图把台湾今天的民主成就与中华民国的法统历史衔接起来呈现。这种叙事一方面向岛内偏蓝或中间选民传递出我也重视中华民国的善意，另一方面则等于是在告诉北京，中华民国在台湾延续至今，我们有我们的历史和合法性，不是你可以抹灭的。赖清德在演讲中也隔空喊话北京，但措辞明显比之前柔和许多。他没有再直接称中国怎样，而是说世界各国支持中国的发展，是希望中国能为世界做出贡献，因此中国应当响应国际期待，发挥影响力，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结束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他还呼吁中国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为区域与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这些话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呼吁合作的姿态，而非单纯的谴责。虽然他仍旧强调台湾绝不会接受被吞并的命运，但整篇演说的语气比起之前的祖国论等明显缓和了不少，更加注重倡导和平、对话与合作。一些政治观察人士注意到这一变化，有学者分析认为，赖清德这次国庆演说显露出他正尝试走一条介于统独之间的中间路线。他不断强调中华民国的存在和历史，就像是在从国民党手里抢回中华民国这个招牌，以证明自己并非要推翻现有体制，另立台湾共和国，而是珍视目前的中华民国台湾身份。这对部分担心他太激进的人来说，无疑是一颗定心丸。然而，即便国庆日调门放缓，
大陆方面依旧不买账。中国政府发言人赵立批评他的讲话是歪曲历史，煽动对立，只是对比之前的强烈措辞，这次北京的回应显得稍微克制，没有出台新的明显报复行动。当时就有评论猜测，或许是赖清德语气变柔和，让北京也暂时找不到更激烈的借口，又或者是大陆自己在观望国际风向，暂缓进一步动作。不论如何，赖清德在国庆时释放的善意信号，为随后更大的语调转变埋下了伏笔。时间转眼来到2025年，国际局势也在发生变化。2024年底，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出炉，奉行美国优先交易式外交的前总统特朗普再度赢得大选，准备在2025年重返白宫。这一局面对台湾来说尤为关键。特朗普的回归让许多台湾民众对美国的可靠性产生了新的疑虑。在这样的情况下，赖清德政府开始调整对外经济战略的措辞。2025年春天，台湾政坛出现一个热门词汇“脱中入北”，这是赖清德在一次民进党内部会议上提到的概念，意思是鼓励台湾产业逐步降低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把重心更多放到全球北方国家，也就是那些先进民主国家的市场和合作上去。表面看，脱中入北是一个经济策略考量，反映了台湾担心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而有风险，希望趁国际局势变化调整布局。但这个说法甫一出炉，就引来诸多议论。支持者觉得这是顺应国际反共浪潮，让台湾经济更安全自主的方向。反对者则批评这是不切实际的政治口号，认为大陆仍是台湾最大贸易伙伴，硬脱钩会重创台湾经济。而北京方面更是抓住这个口实，大肆抨击赖清德企图经济台独，称两岸经济脱钩是害台毁台。面对各种声音，赖清德意识到这个提法可能引发的隐忧，他很快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澄清，否认自己主张全面脱中入北。他说，他的产业发展政策一直是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而这个全球当然也包括中国大陆在内，毕竟两岸是地理邻居，经贸联系密切。他强调，台湾会努力拓展欧美、日本等多元市场，但并非要和大陆市场完全切割。这番澄清等于是在政策上踩了刹车，告诉外界他不会一味与大陆经济对抗，而是会务实考虑台湾利益。赖清德如此迅速地软化对脱中入北这种说法，颇有些出人意料。在以往，民进党政府常被批评意识形态挂帅，但赖清德这次显然更多考虑了现实。企业界和民众可不希望看到贸然与大陆经济脱钩而导致贸易骤冷、投资锐减，所以他选择了调整措辞，避免激化不跟大陆做生意的印象。这一举动也被外界视为他在对内政策上的一种务实转变信号。从2024年中期到2025年中，赖清德在对两岸、外交、内政议题上的措辞确实经历了一系列从强到柔的变化。这背后有何考量？是什么促使他逐渐放软身段，调整语调呢？综合各种迹象，可以总结出几个主要原因。首先是国际大环境和美中态势的变化。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重新调整、逐步降温的阶段。美国方面无论是延续先前政府的对华战略，还是面对特朗普回归后可能出现的交易式外交，都释放出一个信号：华盛顿希望台海局势冷静稳住，不希望台北去挑动敏感神经。赖清德作为台湾领导人，必须审时度势。他当然清楚台湾安全有赖于美国支持，但美国的支持并非没有条件。在特朗普这样的务实交易派人物眼里，台湾问题有可能变成美中博弈的筹码。如果台湾自己言行过于高调激进，反而可能吓得美国后退，甚至让美国动念把台湾当作和北京谈判的筹码。因此，赖清德需要表现出一种让美国放心的态度，我会低调，不惹事，不会让你美国陷入我挑起的危机。于是我们看到他在1周年讲话中把美国称作朋友，表达对美关系的重视，但同时又强调台湾会加强与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联系。这等于告诉华盛顿，我们珍惜与你的友谊，但也不会把宝全压在单一伙伴身上，我们会未雨绸缪，多方合作。这既是对美国的安抚，也是对台湾民众的一种保证。毕竟不少台湾人对美国是否可靠心存疑虑，他要让大家安心，
台湾不会孤注一掷。其次是来自北京的高压，让赖清德选择战术性降调。过去1年，北京在军事、外交上对台湾的压力有增无减。赖清德上台伊始就挨了不少下马威，如果他持续用强硬措辞跟北京对呛，很可能给对方更多借口升级施压，甚至引发更大的危机。而软化语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北京武统声称的正当性口实。比如这次他在周年演说里干脆没提中国一字，就让北京少了一个当场跳脚的靶子。台湾俗话说，软身才能挨过硬拳头。在实力悬殊的两岸关系中，话语上的逞强有时并不能换来真正的安全，反而可能引火烧身。赖清德显然意识到，在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台湾更需要的是务实谨慎，通过不刺激对方来避免战争风险。他这番低调处理并不意味着真的向北京妥协，台军该买的武器一件没少，防务预算也在持续增长，只是他选择了少说多做的策略，在口头上不去激怒对方，但在行动上继续强化台湾的安全。这样一来，国际社会也更容易理解并同情台湾，因为台湾并未口出狂言挑衅，一旦北京再咄咄逼人，就更清楚谁才是在破坏和平了。再次，国内政治现实也逼着赖清德调整风格。2024年的选举中，虽然赖清德赢得总统大位，但民进党在立法机构的席次却没有过半。台湾出现了朝小野大的新格局，也就是执政党在立法院并非一党独大，在野阵营的力量相对壮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统依然摆出强硬姿态治国，势必加剧朝野对立，造成内耗。他需要争取更多中间民众和温和派的支持，才能推动施政。而语言风格正是影响形象的关键所在。于是在内政议题上，我们看到一个更务实、平和的赖清德形象。他在公开谈话里频频强调民生议题，聚焦经济建设、社会福利这些老百姓关心的东西，刻意淡化意识形态的争论。这种转变有助于化解部分民众对民进党过于政治挂帅的不满。此外，他主动提议由国安团队向在野党领导人进行情势简报，共商国事，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举动。过去朝野像仇人一样互不信任，如今赖清德愿意主动伸出橄榄枝，至少在态度上让反对党不好再说他独断独行。这些动作都体现出一种姿态，在涉及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上，他愿意放下身段和不同立场的人合作，这对缓和岛内政治对立、凝聚社会共识都有正面作用。最后，不可忽视的是台湾社会民意的导向。台湾民众的主体意识和国家认同固然在持续提升，但绝大多数人也不希望卷入战争，更不愿看到两岸兵戎相见。对他们而言，维持现状、和平稳定才是最大公约数。在这样的民意底色下，身为民选领袖，赖清德必须拿捏好分寸。如果他言辞过于激烈，固然可以迎合深绿基本盘的情绪，但却可能吓跑中间选民，甚至引起全民对战争风险的恐慌。这一点从他就职初期的舆论反应中已可见一斑。例如，祖国论抛出后，独派人士拍手叫好，但也有不少一般民众担心这样说会不会刺激对岸过头。聪明的政治家会顺应民意潮流调整策略，赖清德看在眼里，知悉大多数台湾人的心理，大家既要安全，要繁荣，要尊严，也要和平日子。所以他开始选择更柔性的语言来传达讯息，既坚守不接受被吞并的原则底线，又用更温和的表述来减轻民众心中的不安。这样一来，不但稳住了自己的支持阵营，也使原本摇摆的中间选民更愿意继续支持他执政下去。赖清德演讲语调的软化趋势究竟会为台湾的未来发展带来哪些可能的影响呢？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展望。首先，在两岸关系上，他语调的改变可能暂时降低表面上的紧张度。过去1年多，每当台湾领导人说出让北京不满的话，解放军的军演、外交打压往往随之而来。而如今赖清德刻意避免刺激性言辞，北京方面或许会少一些抓着台湾讲话做文章的机会。双方都有所克制的话，台海表面的气氛也许能趋于缓和一丁点，这有望为民间交流留出一些空间。比如，
大陆可能考虑恢复更多对台贸易往来或开放部分交流，而台湾方面也已经表示，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欢迎两岸交流合作。如果双方都各退一步，也许某些中断已久的对话渠道或交流项目能慢慢出现契机。尽管目前看，官方政治谈判的门槛仍然存在，北京坚持台湾必须认同一中原则才肯正式对话，这一点赖清德并未松口，所以高层对谈短期仍难实现。但是至少在他柔和语调的带动下，两岸发生误判冲突的几率会降低，对于台湾民众来说，日子也能稍微安心地过下去。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赖清德再怎么软化措辞，也不可能真正打动北京当局。对岸认定他和民进党依旧是在谋求渐进台独，绝不会因此放松对台湾的军事准备和国际孤立策略。所以长远来看，两岸关系的僵局并不会因为说几句温和话就迎刃而解。中国大陆仍会持续加强军力，严防台湾任何实质性的独立行动。而台湾这边，即使总统语气缓和了，但加强自我防卫的脚步并未停下。可以预见，未来台海的基本态势，也就是中国持续施压恫吓，台湾设法自保并寻求国际支持，仍将持续。只不过在赖清德策略性放低调门后，这种角力或许更多的维持在冷和平的状态，不至于那么快滑向危机失控。这对于争取时间，让台湾更从容地准备应对未来挑战，无疑是有利的。再来看中美关系的大框架，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博弈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赖清德语调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配合美国战略所做出的选择。如果他继续像以前那样高调强硬，美国反而会感到头疼，生怕台北这边擦枪走火把自己拖下水。如今他姿态低了一些，正合美国的心意。华盛顿乐于看到台北和北京都冷静点，好让美国腾出手处理别的全球事务，或者有更大空间与中国谈判。而台湾则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努力寻求一种平衡，既不激怒美国，也不给中国额外的借口。这种微妙的平衡术，短期看会让美台关系更加稳健。台湾显得理性克制，美国就更放心地支持台湾的安全防务，因为不必担心台湾在主动惹事。而对中美关系来说，台海作为一个摩擦点的热度也可能有所下降。尤其是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之后，许多台湾人都担心美国对台支持的可靠性。赖清德的谨慎态度某种程度上符合华盛顿的期待，也降低了特朗普政府将台湾当作交易筹码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未来中美之间如果出现新的冲突或交易，台湾的处境仍可能受到波及。但至少赖清德已经表明，他会尽量避免让台湾成为中美冲撞的引信，而是会通过深化与日本、欧洲等其他民主伙伴的联系，来减少对美国单一对象的依赖。这种多元外交策略让台湾在中美之间稍稍多了一点腾挪空间，不至于所有鸡蛋都放在美国一个篮子里。接下来看看台湾内部的政治走向。赖清德语调的调整可能会重新塑造岛内的政治生态。以往民进党常被对手贴上逢中必反、好战激进的标签，而国民党则标榜自己擅长两岸对话，能带来和平。现在赖清德用温和务实的风格来执政，相当于逐渐拆解了国民党给民进党扣的帽子。他一方面坚持主权原则不让步，让深绿支持者放心，另一方面又不去激怒对岸，尽力维护和平，让中间选民安心。这使得在野党想攻击他变得没那么容易。他们不能再简单的说他好战，因为人家明明在喊和谈，要说他软弱卖台也说不出口，因为他在原则上并没有退缩，只是语气委婉了些。长期来看，如果赖清德这种风格得到民众认可，并且他的执政表现也拿出成绩，那么民进党在台湾政治中的形象有望变得更加中道理性，吸引更多温和派选民。这对于国民党和其他在野党而言会形成新的压力，他们也许得相应调整路线。比如国民党可能需要更明确的表态反对中共武力威胁，否则在国家立场上就站不住脚。又如以务实中道著称的民众党，原本主打两岸平衡牌，但如果执政者本身已经趋于理性温和，他们的空间也可能被压缩。
总的来说，台湾内部蓝绿对立的板块可能因为执政者的新语调而出现某些松动与再平衡。当然，政治的成败最终还要看实际治理绩效，而非只靠说话风格。不过，一个良好的语调至少营造了较为缓和的氛围，让政府能把更多精力放在实在的施政上，而不必每天为意识形态攻防所困。最后聊聊选民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变化。经过多年民主历练，台湾选民的价值观和世代认同在不断演进，年轻一代几乎清一色认同台湾本土，渴望在国际上获得应有的尊重。他们喜欢领导人勇于表达主张，但也害怕战争毁掉未来。年长一代中，有些人怀有两岸一家亲的旧情怀，但更多人其实只想安稳过日子，不希望看到动荡。赖清德的调整试图做到两头兼顾，对于年轻人，他依然强调国家主权和民主价值，这些绝不会让步，让他们明白政府并未软弱退缩。对于长辈和比较保守的民众，他通过频频提及中华民国，放缓语气来表明自己并非激进冒进之人，让他们放心台湾的生活方式不会骤然改变。这样的拿捏如果成功，能够让不同世代、不同立场的选民都产生一定的认同感。深绿色彩浓厚的人可能会说，赖总统策略高超，软中带硬，争取国际支持。浅蓝或中立的民众可能觉得这总统挺稳健理性的，并没有外界说的那么可怕。甚至有一些原本倾向蓝营的选民，也可能因为他维护中华民国符号、愿意对话的姿态，而对他少了几分敌意。当然，也会有少部分激进派质疑，赖清德是不是变软弱了？一些深绿阵营中更急切的人可能担心，语调软化是否意味着他会放慢推动正名制宪等独立进程的脚步。但现实情况是，台湾社会主流目前并不支持冒进的法理独立行动。赖清德也从未承诺要立即推动这些目标，他奉行的务实路线反而更能巩固大多数人民对他的信任。至于那极少数嫌他不够激进的声音，恐怕难以撼动整体大局。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赖清德这位曾被视作鹰派的政治人物，并没有一成不变地高举强硬旗帜到底。在内外各种压力和现实考量下，他选择了调整说话方式，用更温柔谨慎的语调来对待复杂的局势。这种变化，有人称之为策略性的软身，有人视之为智慧的表现。他或许为台湾争取到了一个缓和喘息的窗口，让2300万人在巨人的夹缝中多一丝从容。赖清德自己说过，坚定追求和平，但不能有幻想。正是这种既向往和平又绝不天真的态度，体现在他如今的话语拿捏中。展望未来，台湾在风高浪急的两岸关系和国际博弈中仍将航行。如果说赖清德自比和平的舵手，那么语调的软化就是他手中调整航向的舵轮。一方面，他不会也不可能偏离捍卫主权和民主的航线，但另一方面，他会尽力避免激怒风暴的语言，让这艘船尽量稳一些，不去主动撞风浪。这样的航程注定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智慧。当然，我们也必须明白，台湾前路并非就此风平浪静，即便台湾方面释放善意和柔软，外部的风险依然存在，甚至还在继续。北京的统一目标从未改变，美国的利益考量也瞬息万变。赖清德所代表的台湾，在大国角力中仍然是一艘处境敏感的小艇。语调转变只是众多努力中的一个侧面，但却传递出了清晰的信息。台湾追求和平与尊严的决心从未改变，只是在方式上变得更灵活、更聪明了。这场关于措辞的调整，究竟能否真正为台湾换来更好的未来？是暴风雨前短暂的平静，还是迈向长期稳定的开端？答案尚未揭晓。但至少眼下，我们看到了积极的一步尝试，以柔克刚，张弛有度。在惊心动魄的台海棋局中，这或许是目前最务实也最负责任的下法。未来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将拭目以待。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掌舵者冷静应对，人民团结坚定，这座坚韧的宝岛就能在惊涛骇浪里屹立不倒，继续航向自己的未来。